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兔兔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大半年前，我利用2块闲置的三星2.5寸固态盘，另购置了一个硬盘盒，自组了大硬盘，2块4T 的盘加1块就是8T。不过在网友的提醒下，我从最开始的 RAID 0，也就是 Fast 模式，改成了 RAID 1模式，也就是2块盘拿其中的1块做资料的备份，任意一个盘坏掉了，资料也不会丢失，所以最终的实际可用容量就是4T。那经过半年的时间，这种自组硬盘稳定吗？长时间使用下来感受如何？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或者不便？接下来简单更新一下最新情况。首先，我觉得它很稳定，没有之前担心的大闷罐状态。这点其实挺出乎我意料的，因为之前有看到网友关于这方面的评论，就当下还是挺担心的。但是我带过来之后就发现，泰国这边的平均温度是高于成都的。那日常在室内一个常温环境下使用，也就是一个正常的散热量，所以挺惊喜的，完全没有散热方面的顾虑。然后是速度瓶颈，我的这2块8701VO 读取与写入速度的理论值分别是560兆每秒和530兆每秒，而硬盘阵列盒是 USB 3.0C 口，实际的使用在400兆每秒左右，这就属于是先天性不足。像我现在剪视频就是4K 的原始素材直接拖进轨道里就开始剪，其实勉强够用。当然最好最便携的依旧是成品方案，也就是像这种之前我买的闪迪的高速固态盘，看2个对比，这个体积差异就很明显了。当然性能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，但它长期用下来其实稳定性没有那么好，主要是散热瓶颈很明显。像之前在成都高温天气下就需要用手机散热背夹给它用，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夸张，但是是真的。然后最近我收到了一个高速固态盘，而且它居然还是3防的，那它的表现到底如何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这个牌子叫百维，型号 PR2000，我第一次用。然后我收到的是一个浅灰色的，其实它还有好几个颜色都挺好看的。然后我们简单看一下外包装，所有的信息都在上面了。容量是2T， 最高速度2000兆每秒。右下角是防护信息，就3防有关的，3米的防摔 ，IP67 的防尘防水。第一个数值代表的就是防尘的等级，6就是完全防尘，第2个数值是防水等级，7代表的是短时间浸泡防水，就比如说下雨啊、打翻水杯这些。背面的信息更丰富一些，可以看到最高的读取速度是2000兆每秒，最高的写入速度是1800兆每秒。然后工作时候的温度，它写的是0到50度，可以适应环境的温度是零下20度到85度。那么我们就赶紧拆开用起来。哦，好轻哦！除了常规的数据线，配了一个登山扣，简易登山扣，挺符合3防风格的。这根数据线大家发现有什么不同吗？这里是2合1的设计，我之前买的那个移动固态它就是2根线，但是现在2合1，感觉更便携了。这个盘真的好小巧啊，我看一下说明，约60克的重量，都不是巴掌大了，是半个巴掌大，看。然后它的数据接口是 USB 3.2 Gen2x2 Type-C 口，这个 Gen2 就是第2代传输协议，单通道最高是10Gbps 乘2，也就是双通道，所以总速率翻倍，最高支持20Gbps 的传输。我收到的时候，厂家跟我说可以摔，可以泡水，但还是有点舍不得，因为我之前的移动固态盘真的很宝贝的。我的第1块高速移动固态盘就是闪迪的这个，是在2020年入手的，时间过得好快啊！然后当时是双11活动价2400，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？因为价格挺贵的。然后百维的这个也是2T 的容量，就它们容量是相同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售价是多少。然后体积上来讲呢，它小一点，就是短一截。
其实增加3防这个功能，也就是防尘、防水、防摔，不算是伪需求，还挺有用的。因为像在清迈这边的话，可能经常就会去到咖啡馆办公，那就会有高频率的移动使用需求，更频繁的移动办公就有更大概率被水洒到，或者意外掉地上。3防能让心里更有底吗？装包里也可以更随意。二是我发现，即便像这样经常在家办公，冰水放手边也会因为融化留下大量的水渍，有防水能力就会更好的杜绝沾水隐患。当然，我们也要做一些读写速度、文件传输测试。第一次接上笔记本，发现这块盘默认的分区格式是 EXFAT， 我也就无需格式化，然后直接开用了。依旧是在 Mac 下跑了磁盘测速。连续读写写入速度是1600多兆每秒，接近理论值。读取速度是1000兆每秒左右，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笔记本硬盘的瓶颈。然后这也是我首次尝试用手机来测。而大文件传输，我用了一个24G 大小的文件，用时约35秒，具体速度大家可以暂停观看。之后我尝试直连 iPad， 用 iPad 来筛选视频素材，主要是在硬盘上存储，很快就可以进行资料的转移，释放 iPad 的空间。同理，在手机上也可以这样操作，比较灵活的地方在于，在转移的过程中就可以做简单的筛选，很快就可以释放手机的存储空间。回家可以直接剪辑。我当然也用它进行了长时间的4K 视频剪辑，很快，对原始素材的编辑不会卡顿。当然，我也关注了一下它的散热情况，基本处于一个常温状态，只有连续工作2-3个小时之后，这一块才会有一点发热。然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其实一开始我就应该用磁盘检测工具来看一下它的各项信息。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会想，你已经有 NAS 了，那么大存储空间不够吗？其实移动固态跟 NAS 是不冲突的， NAS 适合固定放置使用，也需要高速的网络作为保障，并且提升至5G 或者万兆，成本很高。而移动固态适合经常性移动使用，优势就是非常便携且成本更低，使用方面也更加灵活。总之各有优势，其实是一种互补的存在。那接下来我也会长期的用这块固态盘作为剪辑盘，看一看它长时间使用下来的表现，到时候录个 shorts 跟大家汇报一下。OK， 那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